大家好，今天这集带你看全球外交版图的震撼性突破，以色列出手横扫伊朗，中东局势陡然升级，背后矛头直指中共。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火箭弹来自中国制造，中共暗中操盘红色供应链，支援伊朗和恐怖组织。更惊人的是，有台湾学者大胆预测，第一个和台湾正式建交的大国可能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这背后有什么盘算和内幕？让我们一起深度剖析。以色列空军的 F-35I 艾迪尔隐形战机也参与了这次大规模袭击。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闪电空袭，出动战机猛轰德黑兰等地上百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这次行动代号被称为雄狮崛起，是以色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伊打击，不仅摧毁了伊朗关键硬件设施，多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和核科学家在袭击中被当场歼灭。首相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行动已经筹划数月，目标是同时铲除伊朗的核武与弹道导弹计划，可见以军准备之充分。以色列这一记突袭可谓打了伊朗一个措手不及。根据媒体报道，袭击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早已将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秘密偷运到伊朗境内，里应外合干扰伊朗防空。结果伊朗多座防空基地和导弹发射架在空袭中被瘫痪，高层指挥系统几乎一锅端。短短一天之内，伊朗的核项目和军事中枢遭受重创，中东局势瞬间被引爆，国际原油价格应声飙涨，全球都为之屏息。面对以色列的突然重击，伊朗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反击。伊朗革命卫队在多位高层将领阵亡后，愤怒反扑，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连射逾100枚弹道导弹，还出动武装无人机进行袭击。据报道，伊朗的报复攻击导致以色列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德黑兰街头爆发大规模反以色列示威，人群高呼以色列挑起战争，绝不让他们毫发无损逃脱惩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要让以色列付出代价，并威胁将攻击范围扩大到区域内的美军基地。更令人忧心的是，伊朗在报复中不惜亮出终极王牌，据传他们可能动用射程达500公里的新型短程弹道导弹 Qusar 313，甚至暗示不排除发展核武的可能。伊朗民航当局也紧急宣布关闭全国领空，以防范进一步打击。中东宛如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一时间战云密布，局势难测。美军也提高了在该地区的警戒级别，美军第5舰队和空军部队严阵以待，担心冲突失控波及自身。可以说，以色列与伊朗的这一场交火，让整个中东进入了高度紧张的非常时期。以色列此次大举打击伊朗，不仅仅关乎以伊恩怨，其背后还隐现中国的身影，引发了以色列对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原因何在？原来中共被指在暗中为伊朗和哈马斯等中东势力提供支持。早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时，以军就在战场上缴获了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包括冲锋枪、榴弹发射器、通讯设备等，引起以色列政府高度警觉。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以色列情报人士的话称，战前以中关系很好，却发现这么多中国武器流入哈马斯。以色列怀疑这些武器要么是中国直接提供，要么通过伊朗等第三方转送，这无疑让他们大为震惊。不仅如此，以色列方面曾郑重警告北京，不得继续援助伊朗和哈马斯。弦外之音是什么？据悉，以色列暗示他们完全有能力对中共高层实施精确斩首。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继续当伊朗背后的黑手，以色列不排除对北京来一次敲山震虎。这个警告相当罕见而直接，足见以色列对中共纵容伊朗和恐怖组织的愤怒。事实上，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在中东名声赫赫，以军也有中远程打击能力。对于中共这样的世界大国，以色列如此强硬放话，充分说明北京近年来在中东的种种动作已经踩到了以色列的红线。更让以色列恼火的是中共在外交上的所作所为。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北京始终拒绝点名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屠杀行为，只是泛泛而谈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动。同时，
中国外交官还屡次指责以色列超出了自卫范围，要求以方停止对加沙的集体惩罚。这种明显偏袒巴勒斯坦一方的立场令以色列极为失望，甚至愤怒。中共不但没有谴责恐怖袭击，反而批评以色列报复过度。在以色列人看来，这等同于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换言之，北京在这场中东冲突中选择了让以色列寒心的立场。那么，以色列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中共得罪谁不好，偏偏去得罪精明强悍的犹太人，这下可能要自食苦果了。就在中东战云密布之际，台湾资深经济学者吴家龙抛出惊人之语：以色列早已将中共视为幕后黑手，迟早会对中共下手给颜色看，其中可能包括提升与台湾的关系，甚至不排除直接外交承认台湾。这个大胆预测一出，立刻引发各界热议。吴家龙回顾道，中共支持伊朗和哈马斯的战略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以色列不可能视而不见，势必要对北京采取反制动作。除了情报战和军事警告，以色列完全可以运用外交手段来打击中共，例如和台湾迅速走近，给北京一个意想不到的外交惊雷。为什么吴家龙认为以色列会考虑和台湾建交？他分析背后有深层次的战略逻辑。首先，中共的最终目标是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而美国在亚洲有2个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一个在亚洲西边的以色列，另一个在东边的台湾。北京若想削弱美国，就迟早会对这2处下手。换言之，中共把以色列和台湾都当成了绊脚石和眼中钉。既然如此，以色列当然不会坐等被逐个击破，而很可能提早联手台湾，共同对抗中共的威胁。吴家龙直言，中共既然对付以色列的企图已表面化，那么以色列当然会把中共列为敌人。我在2023年就大胆预测，以色列迟早会对中共下手，可能包括加强与台湾关系，甚至给予台湾外交承认。吴家龙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就在以色列空袭伊朗的同一天，他在脸书发文提醒台湾人，以色列终于对伊朗的核设施动手了。这表明国际政治很多波动都牵涉美中角力，最终都会牵动到台湾。他说，不要以为以色列打伊朗跟台湾无关，恰恰相反，这背后有美中博弈的大格局。如果以色列因为中共在中东搅局而心生反制，那么承认台湾，与台湾建交就可能成为他们给中共难看的选项之一。如此一来，北京苦心经营的一中原则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可以想象，若以色列这个美国紧密盟友率先打破禁忌，正式承认台湾，中共将会受到怎样的震撼冲击？如果以色列和台湾走近，双方能碰撞出什么火花？答案是战略互补，强强联手。以色列历来有中东硅谷和创新创业之国的美誉，在军工科技、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霸主，拥有举世无双的晶圆制造能力，被誉为硅盾，两者结合可谓珠联璧合。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就曾指出，以色列是创新大国，台湾则拥有高科技人才和规模量产能力，能把以色列的创意拓展到无限可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和优势互补的产业领域，加强经贸与科技合作，将能相互壮大彼此供应链版图，实现双赢多赢的局面。具体而言，台湾在硬件制造和半导体生产上独步全球，台积电等企业掌握着最先进的制程工艺，而以色列在软件开发、芯片设计、网络安全、军用科技上独树一帜，比如无人机技术、导弹防御系统、著名的铁穹、网络情报能力等都世界一流。如果台湾与以色列形成联盟，前者可为后者提供可靠的尖端芯片和电子元件，后者则可帮助前者提升国防科技和网络安全实力。两国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这层关系也为深化合作提供了便利桥梁。有评论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台以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民主国家科技联盟对抗威权阵营的关键一环。实际上，台以之间的科技合作早已悄然展开，并日益密切。例如，台湾的华硕、华邦电子等公司已经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以色列的高科技企业如 Nova 测量仪器
Taboola 网络推荐平台等也纷纷进军台湾市场，在台设立办公室。更有甚者，以色列一家半导体新创公司 Chain Reaction 还把据点设在新竹科学园区，紧邻台积电，利用台湾聚集的工程人才和产业链优势加速研发。这些实例证明，台湾和以色列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高度互补，合作潜力巨大。若再上升到官方外交层面，结成科技盟友，那将释放出更强大的协同效应，对抗中共主导的红色供应链。正如一位以色列投资人所言，在全球尖端科技和半导体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台湾，台湾才是以色列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许多以色列企业正持续加深与台湾的合作，并逐步将重心转向台湾，这一趋势未来只会愈发明显。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指出了台湾在以色列眼中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价值。在以色列突袭伊朗和可能承认台湾的戏码中，美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华盛顿方面很可能是知情并默许的。有趣的是，就在以军行动前夕，美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些动向引发猜测。据传6月12日晚上，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外卖订单突然激增，而平日热闹的酒吧那天却异常冷清。熟悉的人都明白，这通常是美国军方连夜加班准备大动作的迹象。加班的人多了，订披萨果腹的人也多了。这一细节被网友调侃为五角大楼深夜挑灯夜战，恐怕大事要发生。果不其然，第二天以色列就对伊朗开战。有分析据此推断，美国很可能事先获得了情报，并为以军提供了默默的支持。事实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事发后也公开表示，美国事先知道以色列将袭击伊朗，我们什么都知道。这透露出美国对盟友以色列的行动心照不宣，至少没有横加阻拦。更有甚者，有报道猜测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唱了一出双簧。美方原定在6月15日与伊朗举行核谈判，疑似放出善意让伊朗放松警惕，结果以色列在谈判前夜突然发动袭击，打了伊朗一个措手不及。虽然这种狼来了策略的细节无从证实，但美国默许甚至配合以色列教训伊朗的态度基本可以确定。美国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关系紧密，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情报侦察能力也可能为以军提供了支持。因此，以色列此次行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以同盟对伊朗和其背后支持者的一次联合震撼。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局上，美国或许乐见其成，以色列狠狠打击伊朗，相当于敲打了中俄轴心在中东的棋子。众所周知，伊朗与中共、俄罗斯走得很近，美国长期将伊朗视为眼中钉。如今以色列待美国出手削弱伊朗核实力，美国自然不会反对，甚至可以说，以色列主动揽下这份脏活，正中了美国下怀。一来削弱了伊朗对美国和盟友的威胁，二来让中共和俄罗斯在中东少了一个搅局者，可谓一箭双雕。而美国自身则能暂时置身事外，避免直接卷入新的战争泥潭。不得不提的是，以色列在美国国内拥有强大影响力，美国政界和民间普遍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安全，所以即便以色列此举引发国际争议，美国也多半会在外交上为其保驾护航，正如过去美国多次在联合国替以色列挡枪一样。此外，美国对于以色列可能承认台湾一事，表面上可能三缄其口，私底下却未必不支持。华府官方目前仍坚持一中政策不松口，美台也尚未建交。但若有以色列这样第三方跳出来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以色列是美国的好兄弟，又不受美国政府指挥，美国没有立场去阻止。同样，日本、欧洲等其他盟友表面顾及北京压力不敢带头，但如果是以色列打破僵局，他们在道义上也容易表示理解，甚至跟进声援。可以说，美国在这出戏里的态度耐人寻味，一方面自己不出头，另一方面乐见盟友搅一搅中共的局。这正体现了美国高明的地缘政治手腕，通过盟友行动试探中共反应，并逐步围堵，而自己居中调控，进退自如。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传出以色列与中华民国、
台湾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消息，北京方面会受到何等冲击，恐怕震惊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对于中共政权和习总书记来说，这无异于一记外交核弹。几十年来，北京动用庞大的经济诱惑和外交压力，才让绝大多数国家与台湾断交，承认北京政权。在北京精心编织的一中神话中，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敢正式承认台湾，甚至美国、日本这些台湾最亲密的伙伴也都保持战略模糊。可一旦以色列跳出来，第一个打破这个魔咒，那将产生连锁反应。首先，北京苦心经营的国际统一战线将遭受重大挫败。以色列虽然国土不大，人口不多，但绝对算得上全球举足轻重的强国。它是中东军事强国，拥有核武器和强大军工科技实力。同时，以色列在美国和西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犹太裔社群在政经各界势力雄厚。这样一个国家公开承认台湾，等于告诉全世界，不管北京怎么威胁利诱，我们就要和台湾建交，认定台湾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将极大鼓舞其他国家跟进，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与台湾的关系。既然连以色列都敢第一个吃螃蟹，那我们为何不可以？届时，北京几十年营造的台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形象将被击得粉碎。其次，习主席本人以及中共高层的威信会受到沉重打击。近年来，习近平对内对外一直展现强硬姿态，不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抗衡，声称东升西降，风景这边独好。然而，如果以色列与台湾建交成为事实，这将被视为习近平外交战略的重大失败。国内民众会问，连你号称好朋友的以色列都倒戈相向，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党内鹰派也可能对习的强硬路线产生质疑，是不是玩过火了，反而把盟友逼成了敌人？尤其考虑到以色列和中共过去并无历史仇恨，相反，在经贸高科技上还有不少合作，中企曾投资以色列基建、高科技项目等等。如果连这样一个原本友好的国家都被逼到公开挺台反华，那北京的对外策略无疑要引发反思。可以预见，北京方面绝不会坐以待毙，很可能会祭出一系列报复手段，例如立即与以色列断交、经济制裁、煽动阿拉伯国家谴责以色列等等，以挽回颜面。但无论怎么反应，都难掩中共在外交上的被动和挫败，这对习当局来说将是极其刺痛的一刻。最后，从台海安全角度看，以色列建交台湾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意义，却足以极大震慑中共。北京长期以为只要威逼利诱，就能让主要国家不敢突破一中底线。可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势必让中南海意识到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甚至有人戏称，这比美国对台军售还管用，因为它直接动摇了北京台湾终将统一的心理预期。在心理战层面，对中共高层的冲击与压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想见，北京在震惊之余，会疯狂指责这是美国在背后操纵，以色列背信弃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可能拿断绝与美国和平进程等作为要挟。然而，此时主动权已经不在北京手中，国与国建交是主权行为，北京除了跳脚抗议，很难有效阻止。这场外交地震将深刻撼动中共政权对台策略的信心，或许会逼使其做出某些鲁莽反应，也可能促使其收敛对外扩张的步伐。无论如何，习近平恐怕再也无法淡定地声称什么统一大业指日可待了。让我们放眼更宏大的格局，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围堵中共的全球包围圈似乎正在成型。过去，北京热衷鼓吹美国将陷入三线作战的困境，意思是美国同时在欧洲对抗俄罗斯，如乌克兰战事，在亚洲围堵中国，在中东牵制伊朗，仿佛分身乏术。然而现在风向大变，中共自己反倒面临被三线包围的局面。这三线是指什么？概括来说，第一线，东亚太平洋线，由美日同盟主导，再加上台湾这个民主前哨，美国和日本近年来在印太地区动作频频，强化军事同盟，部署更强大的海空力量，保卫第一岛链。台湾作为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堡垒也在美国、日本的支持下日益坚挺。如果以色列再加入这一线的合作，
虽然地理不在东亚，但政治上站队等于锦上添花。这一线直接从太平洋锁定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北京最忌惮的方向。第二线，南亚与印度洋线，这里由印度、澳大利亚等组成，南线包围网。印度与中共在喜马拉雅山长期对峙，对北京野心警觉已久。澳大利亚更是在美英支持下大力增强海军力量，通过 AUKUS 获取核潜艇等，明确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扩张。加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逐渐联合自强，这条从南方的线让北京顾此失彼。最近印度还加入美日澳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使得这一线更加稳固。第三线，欧美与中东线，这是从西方包围中国影响力的一线。欧洲盟友在经济科技上开始与美国站起脚步，对中共高科技和人权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北约更是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欧洲各国对中国投资审查、技术管制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中东的以色列如果倒向美国台湾阵营，将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布棋，让北京在一带一路和能源布局上遇阻。再考虑美国自己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部署的强大兵力，其实已形成对中国的东西南三面合围。吴家龙在分析中提到，中共当初的如意算盘是东西双线牵制美国，在西边中东搞事，支持伊朗、哈马斯，和在东边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这样美国就无暇集中对付中国。然而现在情势反转，美国不仅没有被拖垮，反而联合更多盟友围堵起了中国。美日台以印澳欧这七大力量形成的新格局，几乎从各个方向将中国包围。东有美日台，南有印澳，西有欧美以色列，无论北京往哪突围，都碰上强劲对手，可谓腹背受敌。这正是三线作战论向三线包围圈的戏剧性反转。以色列一旦与台湾建交，更将强化这一包围圈的士气和合法性。美欧可以说，连以色列都站出来了，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日本、印度等也会更大胆与台湾开展高层交流，因为破冰者已经出现。北京曾妄想着拉拢以色列，分化美西联盟，但如今却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没能分化西方，反而把自己推向众矢之的的位置。新冷战格局下，一个围堵中国的全球联盟雏形隐然成型，而中共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国际环境。当然，北京不会坐以待毙，可以预料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拆解围堵，例如对欧洲拉拢分化，用市场诱惑让法德对华软化，在南亚挑拨巴基斯坦牵制印度，在中东拉紧伊朗等代理人等等。然而这些手段效果正变得有限，民主国家间空前的警醒与合作正在逐步锁紧对北京的战略围困。以色列如果真的和台湾建交，无疑将成为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加速中共被全面围堵的进程。对于台湾而言，从这场风云变幻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用自身优势，主动出击，抢占先机。长期以来，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处境艰难，经常采取低调防守姿态，生怕触怒北京。然而现实证明，过于保守并不能换来安全与尊重，反而让中共更嚣张。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寻找突破口。以色列可能建交台湾的风声，恰恰说明台湾并非没有牌可打，关键在于是否善加运用自己的软硬实力。首先，台湾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产业和半导体供应链，这是足以吸引各国的金字招牌。全球超过一半的芯片由台湾生产，尤其是最先进的 AI 芯片更是100%出自台湾之手。各国都想在半导体上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建设安全的供应链，而台湾正是他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和供应者。换言之，台湾手握一把科技王牌，完全可以用来换取更多国际支持。像李亚平代表所说，台湾是全球科技支柱和战略枢纽，以色列等理念相近，国家愿与台湾共建非红色供应链，一起强化经贸科技合作。台湾应当继续巩固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积极邀请盟友伙伴共筑民主科技联盟。当各国发现离不开台湾芯片的时候，就是他们挺身支持台湾的时候。其次，
在外交上，台湾可以更灵活、更有创意。以往台湾争取国际空间，常局限于那些邦交仅存的小国和民间层面的交流。未来不妨大胆一些，例如推动与实力中等国家的实质关系。以色列就是一个绝佳范例。台湾早在1990年代就和以色列互设代表处，双方关系一直友好但低调。现在国际局势变了，台湾完全可以顺势而为，提升与以色列的交流层级，展开更公开高层互动，甚至探讨签署经贸、科技合作协议等。就算一时半会儿不到正式建交那一步，也可以制造准盟友的既成事实。类似地，台湾还可以在印度、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寻找突破口，比如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与欧盟展开半导体合作对话，加强与北约的交流等等，让世界看到一个积极走向世界、布局全球的台湾形象，而不是过去被动的小透明。再次，台湾需要增强自身的防卫和反制能力，以获取更多国际尊重。吴佳龙甚至建议台湾应考虑建立特种部队，如狙击手斩首小组、情报特工等，针对中共军事目标进行不对称作战。他的想法或许偏激，但道理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台湾当然不谋求挑衅，但也不能任人宰割。近来台湾在加强后备战力、发展长程导弹、增加军费开支等方面都有进展，就是向盟友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只有台湾自己足够强大，别人才更愿意帮忙。所谓天助自助者，台湾要以更主动的姿态争取外交和安全利益，而不是寄望别人的恩赐。最后，这次以色列事件也提醒台湾民众，我们处在美中全球角力的风暴眼，千万不能再闭门过小日子。吴佳龙一再呼吁台湾人要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认识到美中在全球各地的交锋最终都会牵动台湾安危。台湾不能孤立地看两岸关系，而要放眼全世界的民主对抗威权的大局。在这个大局下，台湾并不孤单。美国、日本、欧洲、印度、以色列、澳洲，这么多国家都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台湾应该主动融入这个阵线，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获得伙伴的援助。正如吴佳龙所说，只要能遏制中共对外扩张，就是对台湾有利的发展，不是消耗中共，就是下阻中共。台湾应当从过去被动防御的心态转变为主动出击的心态，利用我们的科技、民主和道义优势，去联合更多国家一起对抗中共霸权野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我们的安全与繁荣。看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以色列真的成为首个和台湾建交的大国，你觉得这会在国际上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中共又会做出何种回应？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你是否认同吴佳龙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此举迟早会对中共下手，并承认台湾？还是觉得碍于现实压力，以色列未必迈出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风云瞬息万变，台湾只要善于运筹帷幄，就有机会在夹缝中突破。历史正在发生，我们拭目以待下一步的精彩发展，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集再见。